我们今天聊聊光速不变。这个不是一个定理，光速不变啊，每秒钟30万公里。以任何参考系，光速都是每秒30万公里，约等于。这个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因为光速不变啊，是不是我们证明出来的？这是我们观察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啊？而我们很多的原理、定理、科学总结是基于光速不变的前提下，所以光速不变是我们人类对宇宙的一个观察。它可能不是那么科学啊，因为科学是需要证明这个原理是什么。我们通常会建立各种逻辑关系公式、推导过程。但是光速不变就是本宇宙的一个根本的观察现象。我们任何想试图推翻它都无法成功，所以我们就认为光速不变是一个天然存在的。那它是不是呢？很可能不是。我们肉眼凡胎，我们只能看到光速，而且是约等于注意，这是约等于30万公里。为什么光速不凑个整就是30万公里的？是不是很诡异啊？因为真的达到30万公里，就有可能怎么样？有可能我们就看不见它了，明白吗？光速为什么是近似于30万公里？但它绝对不是30万公里因为如果真的是30万公里，这个光速就不可见，我们就看不见这道光了。光需要反射到我们眼中，我们所有看到的光就是光的散射、光的反射，被我们视网膜接收了，我们能发现，哎，有道光呢。所以这个光速不变是有个前提的，绝对不能达到每秒钟真的30万公里。那么达到30万公里，光去哪儿了？我们已经知道光是一种能量光是能量，光不是物质。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光是不是物质他认为能够看得见的都叫物质，其实不是，光只是能量。它是能量的全体吗？不是，这是能量的溅射飞溅的溅溅就是溅出来了掉到海里、掉到水里溅落的那个意思。光其实是能量的溅射反馈到我们眼中，我们看到它了。我们看到的是光本身吗？但其实它是能量。能量什么？能量的撞击轨迹，我们俗称的这个光子，怎么产生的？就是那个能量撞到了某个东西上，撞到了什么东西上产生的这个光子？宇宙壁垒。我们一直以为这个宇宙无穷无尽的确，我们现在也没法穷尽。但是这个宇宙的边界是在最外边吗？是在它不断膨胀的最边缘吗？不是我们这种二维生物，我们人类是二维生物我们所有的思考都在直面上、平面上，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想象立体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天生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表面上，我们没有能够生活在太空中，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球的表面我们也不能够深入球的内部，因为无论我们怎么往内部走，我们都是处于球的表面。能理解吗？所以说这个真正的这个宇宙虽然看着我们是立体的，但是宇宙的边界、宇宙的平静并不在周围正在扩展的这个面上。宇宙虽然是看上去是这样扩展的，但这是宇宙的表象。宇宙的真正边界在哪里？就在光。光撞击就是你看到光速看着这个光划过天空的时候火光的时候，其实是什么？是能量想要突破这个宇宙的壁垒而撞击在宇宙的表面上，撞击在宇宙的壁垒上产生的能量溅射。这就是为什么光速不变的原因光是能量，光速不变。为什么它可以不变？因为这是宇宙的壁垒，能理解吗？就是能量它要有出口，它可以去任何方向能量力咱们简单的通常认为一个能量就是力作用力反射，这是力这是力。那么光它也有一种力的反射光是一种能量，这种能量非常强，非常强，它存在着就直接撞击在宇宙的壁垒上，所以它无法突破无法突破。
不是说所有的能量都无法突破宇宙壁垒，但是只要它超过了达到30万公里，它就会打穿这个宇宙的壁垒啊，就消失不见了。这就是为什么啊超光速可以跨越距离的原因，因为它真的只要超越了光速，它就穿透了我们这个宇宙的壁垒啊，就跨越了真正的空间。空间是需要宇宙来反应的啊，空间是需要这个宇宙来支持的啊。我之前在中微子那期视频中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想清楚的可以去看那期。就是说，光速要不是说它不能够超越，而是说我们这个宇宙的壁垒非常强大，这叫宇宙的规则，也叫空间的规则。而这个空间的规则就给了这个光速一个上限，这就是光速不变的真正原因啊，就是它随时随地的被宇宙法则约束着，包括火光啊、恒星的光芒啊，恒星很强大，是不是？几乎是咱们这个宇宙中最强大的啊，包括黑洞。咱们再说说，黑洞吸纳了光啊，光只有进入到黑洞，消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有没有可能光在进入黑洞之后啊，就得到了一个速度30万公里的真正速度，而突破了呢？而突破了我们这个宇宙的壁垒呢？有没有可能？哎，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黑洞啊，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能量交换器，或者说是能量加速器。所有的光在进入黑洞之后啊，只能进入黑洞之后，你没进入黑洞，你围着它转圈的那个面儿能够被我们看到光啊，可以说明光在黑洞外面仍然光速不变，但是光一旦进入里面，哎，这个光就消失了啊，我们就看不到了。为什么？有没有可能这个光在进入黑洞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加速度呢？或者说得到了能量的突破呢？或者说黑洞本身就是宇宙的一个窟窿呢？所以光进入它会消失啊，这么理解？这么说能理解吗？就是说正常我们这个宇宙是非常坚固的，没有办法打开异次空间啊。我们认为这个所有的地方都可能存在着就所谓空间裂缝意思，但是正常的空间是没有的，所以光速不变啊。光它往前飞的时候，它随时都要突破，都是撞击在这个宇宙上啊，这个撞在这个宇宙的壁垒上，撞击在这个空间上，撞击在这个宇宙规则上。但是因为普通的这个位置上，宇宙是完整的，这个地儿是完整的就是拓扑结构，宇宙的拓扑结构，宇宙的空间在此刻是完整的，所以光速只能不变，因为它穿不过去你发现了吗？它就近似于30万公里，但它不是但是黑洞有什么？黑洞有什么巨大的质量巨大的能量巨大的这种吸引力，对不对它就造成了这个此处的空间的不稳定其实就是相当于什么？黑洞就相当于一个宇宙裂缝一个次元空间能理解了吧就是黑洞的形成的这些个地方，它具有空间不稳定性。然后呢，这个宇宙它就相当于什么？宇宙的空间出了一个缝，出了一个洞。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其实这个宇宙我们这个目前这个宇宙是千疮百孔虽然宇宙的黑洞我们附近好像没有近距离发现，但其实每一个大质量恒星都有机会变成，而且一定会成为什么黑洞？换句话说就是宇宙的裂缝，宇宙的空间裂缝它为什么会形成其他的视频我们再说。这个所以说我们这个宇宙其实就像一个筛子一样充满着这种次元空间这种裂缝，而所有的光一旦被捕获注意是捕获，不是到它边上，到边上它就围着它转形成一圈那种世界。咱们看着黑洞有一个光圈，为什么是光圈？因为光在周围转在转的摩擦出来的那些个光那个光不是说这个光朝那儿射过去了，没有打到黑洞里被吸引到周围转，不是这个概念所有朝着黑洞的都被黑洞吸引进去了，但是它周围的物质周围的这种电子什么说这种星云这种物质被黑洞的这个它有一个湍流它有个次物质加速，它就其实黑洞的外围黑洞为什么会喷射物质？它就周围它形成了一个电磁的湍流，形成了一个喷射一个粒子加速的装置。但是他们看到的那个量是周围的东西被它吸引着围着它转的时候，这么转的不是这么转的，是这么转的就说是事实上是这么转的我们看到这个洞看到的是这么一个洞它是物质的确是这么转的，而这个宇宙这个黑洞的喷流怎么射从两头它从两头喷射出来的那个之前我们也做过视频，对不对那个宇宙喷流2300万光年的那种非常长喷出来，看上去像从黑洞里喷出来的，但其实不是
那是什么？那是周围的星云物质在被它加速的时候形成了这个巨大的磁场。这个磁场是这么转的，然后这个它里边是这么转，两头啊，可以看出来是看上去像是从黑洞喷出来，但其实不是。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不是物质从黑洞里喷出来了啊，是周围的物质被它加速，看上去像从黑洞两边喷出来了。所以不是这个物质打穿了这个黑洞，从这头喷到这头，不是，这是一个视觉假象。所以说这个物质在周围摩擦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光啊，产生的这个光被我们看到了，就是摩擦的时候产生了点微光，仍然没有被黑洞吸引，而这个黑洞喷流产生的这种可见光，这种物质啊，这种高速摩擦仍然没有被黑洞吸引。发现了没有啊？发现了没有？这个黑洞，我们虽然说它很强力、很大、很大、很重啊，我们甚至也无法解释它为什么产生，但是这个黑洞的存在，它的并不能阻碍啊黑洞引力范围外的，就是本宇宙的法则啊，能理解吗？就是黑洞的喷流它是朝外喷，不是我们朝里喷，所以只有在这个空间，这个黑洞这个次元裂缝里面，宇宙的规则才改变啊，也就是所谓引力范围啊，黑洞的引力范围内啊，这个光才能够被它吸引。其他的，你看这个黑洞喷流了吗？喷出那么长，它并没有被吸到光里边去，对不对？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黑洞的作用范围、能力范围非常有限，而其他地方为什么不会被它吸引？就是我们宇宙存在的规则啊，法则决定了这些物质啊，只有进入到啊，包括光进入到这个黑洞的这个引力范围内，也就是达到了次元裂缝的里面，就消失了啊。就是说，这个光去哪儿了啊？光去哪儿了啊？就是穿过了黑洞，进入了另外一个啊，是宇宙啊，是宇宙，是另外一个宇宙啊，还是一个茫茫的虚无？我不清楚啊，因为我没有进去过。我们来继续推断这个啊。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天空啊，按照这个我们宇宙就是仅仅银河系只有4000亿个恒星，这些恒星放出了无数的光芒啊，无数的光芒。有人说是因为空间膨胀加速，所以啊，这个光追不上膨胀速度，所以是黑暗的。那有没有可能啊？这个我们宇宙的黑暗的原因是啊，其实我们本来应该是亮堂堂的，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窟窿啊，大家能理解吗？就是说，比如一个屋子里边啊，如果我们4面都是白墙啊，6面都是白墙啊，包括地板都刷成白的，你打一束光，这个光在这个屋子里无法逃逸，就会怎么样？这个光，这个屋子就会始终是亮的啊，始终是亮的，对不对？大家每天只要关上这个到了夜晚上开灯，屋里都是亮堂堂的吧？能理解吗？但是什么情况会例外？你的墙破了一个洞啊，那个东西叫窗户，只有光在窗户的时候才会怎么样？在那个地方是黑的。为什么？因为光打的那个地方没能反射到你的眼睛里让你看到，而是消失了。它消失了吗？它是穿透光里，穿透这个窗户飞跃而去啊，飞奔而去。它走了，它走了，所以那个地儿才是黑彤彤的。同理可证，我们这个宇宙啊，为什么夜晚上看上去它不是亮如白昼啊？当太阳不照我们这个地球这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夜空就是黑漆漆的啊。虽然也有星光，但为什么是星光而不是亮如白昼？哎，就是因为光在传播的过程中被黑洞啊，就是照到黑洞的地方没有反射啊，这就光通过这个裂缝消失在了这个宇宙中。所以我们这个宇宙的夜空看上去非常漂亮，黑漆漆的，那是因为能量啊逃逸了。光是一种能量啊，这个能量如果只在这个本宇宙中，我们任何地方都会看到这种亮，非常亮的地方，就像天堂一样。但真实的宇宙中不是，为什么？这个能量通过黑洞啊，这个范围消失了，就跟我们这个窗子一样啊，这个光不照在这个墙上，不反射回来的时候，这就消失了。宇宙也是同理啊，宇宙中有这么多的黑洞，所以这其实就是能量的出口。我们这个本宇宙的能量一直在怎么样，在外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宇宙规则除了窟窿，除了洞，除了裂缝，而黑洞呢，其实就是宇宙裂缝。我们这么解释啊，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所以说，不是说啊，这个光速不变，光速为什么不变？我们宇宙的规则，宇宙的壁垒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空间。我们的空间稳定性决定了光速只能近速于30万，而真的达不到30万啊。这就是为什么光速不变，因为我们这个空间，这个本宇宙的这个空间规则决定了光速只能到这里啊。这光速能不能超越呢？可以，它只要光速到了黑洞的引力范围，这个光立刻就可以消失啊。去哪儿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穿过了啊，咱们这个宇宙壁垒，去了另外的地方，是不是？奇怪的知识啊，又增长了。好，点赞关注，我们下视频再聊。